睡前聊历史，每天一个历史故事。今天我们聊的是，为什么苏轼、司马光一定会反对王安石？在中国古代历史上，有这么一个时期，文坛星光璀璨，政坛却也是惊涛骇浪。这就是北宋的神宗朝。在这个舞台上，有三位绝对的主角：王安石、司马光、苏轼。我们都知道，在熙宁变法开始后，这三位曾经相互欣赏的朋友走向了决裂。王安石执掌大权，推行新法，司马光坚决反对，最终退居洛阳修史15年。而苏轼因为反对新法，不仅被贬，甚至差点因为乌台诗案丢了性命。后世很多人读这段历史，容易陷入一种二元对立的误区，要么觉得王安石是锐意改革的英雄，司马光和苏轼是守旧的顽固派，要么觉得司马光和苏轼是正人君子，王安石是祸乱朝纲的奸臣。甚至还有人认为，这纯粹是意气之争，是由于性格不合导致的私人恩怨。但如果你真的深入去读他们的奏折、书信和哲学主张，你会发现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。苏轼和司马光反对王安石，不是因为恨他，甚至不是因为不懂他，恰恰相反，是因为他们太懂王安石了。这三个人代表了三种完全不同的治理世界的底层逻辑，他们之间的冲突不是私人恩怨，而是两种甚至三种根本无法兼容的政治哲学在打架。今天我们就拨开历史的迷雾，聊一个硬核的话题：为什么苏轼和司马光一定会反对王安石？这种反对背后的逻辑必然性到底在哪里？第一部分，大宋的困局与王安石的解药。要理解他们的分歧，首先得回到他们共同面对的那个烂摊子——北宋中期的财政与国防危机。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？用4个字形容，叫积贫积弱。虽然宋朝商业发达，但国家财政却濒临破产。原因有3：冗官、冗兵、冗费。为了防止唐末藩镇割据的局面重演，宋朝养了庞大的文官集团和毫无战斗力的禁军，再加上每年要给辽国和西夏送岁币，国库入不敷出。宋神宗赵顼继位时，年轻气盛，不想再过这种窝囊日子。他想复国，想强兵，想收复燕云16州。这个时候，王安石站了出来。王安石的这套治理哲学，我们不仅要看他做了什么，更要看他信奉什么。王安石的核心思想其实非常接近法家，但披着儒家的外衣。他的底层逻辑是，国家之所以穷，是因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还不够强，对资源的调配还不够高效。在王安石看来，天下的财富是有限的，或者说是可以被开发的。如果想要国富兵强，国家必须成为最大的资本家，国家必须直接介入经济活动。这就是新法中最重要的理财思想。比如军书法是一法，本质上就是国家利用公权力直接参与市场贸易，把原本被大商人赚走的利润收归国有。再比如青苗法，国家充当银行，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借钱给农民，农民还钱时给国家交利息。王安石认为，这叫民不加赋而国用足，就是说，我不需要增加额外的税收，只要我通过经营手段把经济搞活，把商人的利润拿过来，国家就有钱了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王安石提出了一套极其霸气的行政逻辑，那就是著名的3不足：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序。这句话非常震撼，它代表了一种极端的理性主义和工具理性。为了达到富国强兵这个伟大的目的，传统的敬畏、过去的规矩、当下的舆论，通通可以靠边站。国家机器要像一台精密的仪器一样高效运转，任何阻碍这台机器运转的零件都必须被剔除。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现代化？甚至很燃。但是正是这套逻辑触动了司马光和苏轼内心最深处的恐惧。第二部分，司马光的死结，零和博弈与道德底线。我们先来看司马光。很多人对司马光的印象还停留在砸缸救人的神童故事，或者是个固执的老头。但司马光能成为保守派的精神领袖，绝不仅仅是因为固执。司马光反对王安石，核心在于他对财富和人性的理解与王安石完全相反。
王安石说民不加富而国用足，司马光直接回了一句千古名言：天地所生财货百物，只有此数，不在民则在官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天下的财富总量是固定的，不在老百姓手里，就在官府手里。你说你没有增加税负，但你通过垄断经营，通过放贷赚了钱，这钱是从哪来的？还不是从老百姓身上剥削来的。所以你所谓的理财，本质上就是与民争利。在司马光的治理哲学里，儒家的仁政是第一位的。什么是仁政？就是藏富于民，政府要尽可能少地干预百姓的生活。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仲裁者，而不是经营者。司马光认为，一旦政府下场做生意，拥有了无限权力的官府，绝对会变成最可怕的掠夺者。因为裁判员和运动员是同一个人，老百姓怎么可能赢？历史证明，司马光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。以青苗法为例，王安石的初衷是好的，低息贷款给农民，免受高利贷盘剥。但在执行过程中，为了完成考核指标，地方官员强制摊派，不需要借钱的富农必须借，还不起钱的穷人被逼得卖儿卖女。本来是惠民的政策，最后变成了官府合法的抢劫。除了经济账，司马光更反对的是王安石对官僚体制的改造。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法，大量提拔那些只重功利、不讲道德的能力。只要能搞来钱，只要能执行命令，就是好官。司马光痛心疾首，他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人，在于士大夫的道德修养，而不是冰冷的制度和 KPI。如果满朝文武都变成了追逐利益的聚敛之臣，这个国家的根基就烂了。所以司马光和王安石的矛盾是小政府与大政府的矛盾，是德治与功利的矛盾。在司马光看来，王安石这是在要把大宋带向暴政的深渊。他反对，是因为他认为王安石破坏了儒家政治伦理的底线。第三部分，苏轼的视角，看见具体的人。如果说司马光是从政治伦理的高度反对王安石，那么苏轼则是从人性的温情和社会的现实出发，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。苏轼和王安石的关系其实很微妙。苏轼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宋朝需要改革，他不像司马光那么绝对。但是苏轼是一个极具同理心的人，他是一个活在真实世界里的人，而不是活在概念里的人。王安石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，他设计政策往往是从顶层设计出发，逻辑完美，闭环无懈可击。但苏轼有过丰富的地方执政经验，他太了解真实的人性，真实的官场是什么样了。苏轼有一句名言反对王安石的激进，他说：“这是给正在生病的人吃大补药，不但治不好病，反而会送命。”苏轼反对王安石主要集中在2个字：度与时。举个例子，免役法。以前老百姓要轮流给官府当差，很苦。王安石改革说，大家别当差了，按户口出钱，官府拿钱去雇人干活，这叫免役钱。从经济学角度看，这符合社会分工，是进步的。但苏轼在基层看到了什么？他看到了中国各地的差异巨大。在江南富庶地区，百姓愿意出钱免役，但在贫瘠的陕西、河北，老百姓手里没有现金，只有粮食和布匹。王安石非要大家交钱，老百姓为了凑齐这笔免役钱，只能把粮食贱卖给商人，结果被商人狠狠宰一刀。苏轼在给皇帝的奏折里说，这简直是把老百姓往死里逼。他问王安石，为什么不能因地制宜？为什么非要一刀切？王安石回答不了，或者说王安石为了维护新法的权威性，容不得这种杂音。这就是苏轼最反对王安石的地方，为了一个宏大的抽象目标，牺牲了具体的人的幸福。王安石看的是数据，是国库增长了多少贯钱，是粮仓里堆了多少石米。苏轼看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，是那个为了交青苗钱而哭泣的老农，是那个因为严法严苛而家破人亡的商贩。苏轼认为治理哲学不能违背人情物理。王安石想把社会变成军营，想把百姓变成标准化的生产单位，这违背了自然之道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苏轼对王安石压制言论的做法深恶痛绝。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法，在科举考试中废除师范，改考经义，
而且标准答案必须以王安石编写的《三经新义》为准。这意味着全天下的读书人只能有一种思想，只能有一个大脑。苏轼是何等自由的灵魂，他怎么可能接受思想的统一？他认为，如果天下人都不敢说话，都只敢顺着宰相的意思说话，那才是国家最大的危机。第4部分，悲剧的不可调和性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：王安石是技术官僚的巅峰，他相信制度的力量，相信国家干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，他追求的是效率和国力，是一种富国强兵的法家路线。司马光是道德理想的化身，他相信传统的智慧，相信藏富于民，警惕公权力的膨胀，他追求的是秩序和民生，是一种垂拱而治的儒家原教旨主义。苏轼则是人本主义的观察者，他尊重常识，尊重人性，反对激进和教条，他追求的是和谐与自然，是一种杂然儒道的自由主义色彩。这3个人谁是坏人？都不是。王安石不仅不贪财，而且私德完美，他不纳妾，生活简朴，为了国家真的是鞠躬尽瘁。司马光更是正直的典范，一生清廉，死的时候家里连丧葬费都拿不出来。苏轼就更不用说了，无论被贬到哪里，都在为当地百姓修桥铺路，抗洪救灾。但正是因为他们都是君子，都是为了国家好，这场争斗才如此惨烈，如此不可调和。如果是利益之争，大家还可以坐下来分蛋糕，你多一点，我少一点，总能谈。但这是信仰之争，是道路之争。王安石认为司马光的主张会亡国，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的做法在害民。谁退一步，谁就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，就是对历史的犯罪。所以王安石一定要把司马光赶出朝廷，因为只要司马光在，新法就推不下去。而后来司马光上台，也一定要废除所有新法，因为他认为这些法度是毒瘤，必须割除。这就是历史的死结。第5部分，历史的回响。当我们回头看这段历史，会发现一个令人唏嘘的结局。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吗？从长远看，宋朝的财政确实短期好转了，但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。北宋灭亡时，蔡京等人打着少数王安石的旗号，把新法变成了疯狂敛财的工具，直接导致了民变四起。司马光胜利了吗？元佑更化时，司马光禁废新法，恢复旧制，甚至连新法中好的部分，比如免役法中合理的部分，也一并废除。这种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报复性政策，同样让国家陷入了混乱。苏轼当时看不下去，劝司马光不要太极端，结果苏轼又被旧党排挤，两头不讨好。苏轼说了一句话，精准地概括了这种党争的荒谬。当初王安石得势，我因为反对激进被贬；现在司马光得势，我因为反对倒退又被贬。合着我这一辈子就是不合时宜。这不仅仅是苏轼的悲剧，也是北宋的悲剧。北宋政坛从最初的君子之争，逐渐演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党同伐异。到了后来，大家已经不看政策好不好了，只看你是新党还是旧党。你是新党，那你呼吸都是错的；你是旧党，那你走路都是罪。国家的人才储备就在这种内耗中消耗殆尽。第6部分，结语：超越时空的启示。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聊这个话题？因为苏轼、司马光和王安石的争论并没有随着北宋的灭亡而结束。国家干预与自由市场的边界在哪里？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？改革应该激进突破还是循序渐进？统一思想重要还是包容意见重要？这些问题依然是现代社会治理中面临的核心问题。王安石提醒我们，国家需要能力，需要解决实际问题的魄力，不能守着就教条等死。司马光提醒我们，公权力是一头猛兽，必须被关进笼子，不能与民争利，底线不能破。苏轼提醒我们，无论多么宏大的蓝图，最终都要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。如果改革让老百姓流泪，那这个改革一定出了问题。历史没有标准答案，或许最好的政治是王安石的进取心，加上司马光的敬畏心，再配上苏轼的同理心。但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北宋午后，他们只能分道扬镳，各自抱着自己的真理，走向孤独的终局。
那个曾经在汴京城里，王安石与司马光并肩而行，苏轼在一旁把酒言欢的画面，终究成了大宋历史上最令人心碎的绝响。如果你回到那个时代，你会站在谁的一边？是锐意进取的王荆公，是稳健持重的司马君实，还是通透豁达的苏东坡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。历史很冷，但读懂了它，我们就多了一份看世界的温度。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amers。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，我们下期见。